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8月6号。今天我们要讲的话题是图表分析核心框架。讲这个话题的目的呢，主要是为了一些新手很多新手呢刚刚开始交易，他们看到图表之后呢是非常茫然不知道该怎么入手今天呢，我们就来帮助他们建立这样一个图表分析判断系统知道如何开始好了，我们刚才已经说了为什么要有一个图表分析核心框架呢？首先，如果你要不进行分析的话，就开始交易，你肯定是乱七八糟，对吧？因为你根本就看不清市场，你不知道市场下一步该往哪边动你也不知道它会往上往下会动多少你可能呢你就会产生很大的亏损，比如说你买在一个高点，结果市场下跌，你可能就会产生一个很大的亏损第二个呢，就是说如果没有分析的话呢，你就等于是没有计划，对吗？你没有计划的话，你就也就是说你不知道在哪里止损，你不知道在哪里盈利平仓，对吧？而且呢，你可能被市场牵着鼻子走一会儿买一会儿卖，频繁交易甚至亏损之后影响到情绪的话，造成你这个过度交易、情绪化交易这些都会造成这个亏损。第三个呢，我们要强调分析呢要符合逻辑，因为市场上现在提供的各种分析技术指标实在是多如牛毛如果一些新手他上来之后就觉得那个东西好就去用根本不知道里头的这个逻辑也不知道这个它是建立在什么样的这个逻辑基础之上就去用，可能反而造成一些不好的结果所以呢，我们今天呢这个图表分析核心框架呢，就是来帮助你建立一个可靠的分析系统。从任何人开始交易他都会面临着几个问题，他需要回答。第一，我是买还是卖，对吧？我是该做多还是做空，对吧？你对市场应该至少有这样一个疑问。第二，我是现在买还是到某个价位再买对吧？在哪里买？第三个问题就是我什么时候入场买卖？是现在入场还是等市场更明了以后再入场针对这三个问题呢做出解答，我们就需要做一些图表分析这就是我们图表分析要解决的问题第一就是要做趋势判断就是找方向我们究竟是买还是卖，我们该往哪个方向去做第二就是要找位置，我们往那个方向去做，但是这个价位是不是合适，对吧？我们要找到一个很好的位置，希望市场到这个地方不再下跌而且反转，这个时候如果我们买进，可能会有更大的这个利润空间。第三，我们就要等待时机，对吧？我们要判断这个市场的反转信号我们不是说到这个地方就买，这个地方可能有支撑，也可能没有支撑我们不知道，我们只有等市场发出可靠的止跌反转信号之后，我们这个时候进场才有可靠的这个止损点位才能把这个交易建立在这个盈利的基础之上所以呢，图表分析呢就是要解决这三个问题，三个方面的问题，一个是方向的问题，一个是位置的问题，一个是信号进场信号的问题那这个三方面的问题呢一个就是趋势判断趋势判断有很多方式一个是我们可以通过 K 线排列就能判断它的趋势，比如说这一轮下跌，对吧？这一轮上涨，这 K 线是连续
多头排列 ，K 线是连续多头排列，对吧？这就是多头趋势。那另外呢，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均线的关系啊，一般价格如果在均线之上运行的话，那这就是一个多头关系，多头趋势。如果价格在均线20线，我指的是20线啊，20线之下运行的话，这就是一个空头啊，就是一个空头。另外，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结构啊，它的结构是，比如说一浪比一浪高啊，对吧？底部抬高，顶部抬高啊，这样的一种结构呢，就是一种上升趋势啊。第二个呢，就是支撑阻力的判断。支撑阻力的判断呢，我们可以通过长期均线、趋势线啊，可以判断这些支撑位。第二个呢，就是波段的前高啊，前高如果突破的话，回测这个价位可能形成支撑啊，这些价位可能形成支撑，这是一个支撑阻力的判断。第三个呢，就是反转信号的判断。反转信号呢，也可以通过 K 线、均线或者结构啊来做。比如说这个地方我们出现了K 线反转信号，对吧？这根阳线已经盖过这根阴线了。比如说我们再看到均线这个地方已经形成金叉了，对吧？我们同时又看到这个地方形成了一个比如说双底结构等等这些呢可以帮助我们判断来反转。下面呢我们再具体看一看这几个方面。这个图表呢我们就可以很一目了然的看到像这一轮下跌是非常明显的这一轮上涨也是很明显的，而这一轮下跌呢基本上都是阴线，对吧？而这一轮上涨呢基本上都是阳线，而且这阴线呢有的实体还很大，对吧？这一轮阳线也是实体比较大夹杂了一些短的小阳线这就是趋势，对吧？一目了然，我们通过 K 线就能看到趋势。当然了，我们也可以看到反转有些 K 线，比如说这个位置收了一个十字星，对吧？我们就可以判断这一轮上升已经乏力了有可能反转这一轮下跌之后呢，我们是一个阴纺锤线，又一个阳纺锤线这两个线组合起来呢，又觉得这个地方可能有点跌不动了，有可能是个反转信号。所以通过 K 线呢，也能判断反转像这个地方呢，这个 K 线都是小阳小阴然后夹杂着这个都有长上影下影线这个地方就是有点趋势不好判断，对吧？所以是一种盘整走势这是 K 线。我们再来看看均线这轮走势就是刚才那轮走势但只不过呢我们在更小周期我们看到的是均线这是20线、17线和57线。我们看到呢，当反转发生的时候，这些 K 线已经走到了均线20线下面，对吧？同时呢，短期均线像17线跟20线形成了死叉到这个地方呢我们又看到这个 K 线实体呢又已经到了均线上方了，同时呢短期均线像57线的17线都已经穿越了这个20线向上，所以从均线交叉以及这个 K 线和均线的这种关系，我们也能判断这个趋势以及趋势的反转。再来看看结构结构呢我们很简单如果是上升趋势，它是逐步一浪比一浪高，对吧？底部在抬高，顶部也在抬高。如果是个下跌趋势的话，它会一浪比一浪低，就是顶部逐渐降低底部也逐渐降低这样一种结构。从这个结构周期呢，我们也能判断这个它支撑和阻力。比如说这个地方我们形成了突破，对吧？前期的支撑位形成突破，那反弹到这一带呢，它就是一个阻力位这个地方也是一样前期的支撑位被突破之后，回到这个地方就变成阻力同时呢，长期均线我们这个是20线短期均线，同时长期均线60线、170线这些地方呢也容易形成
阻力位啊，阻力位。而判断反转呢，也可以通过一些，比如说，形态啊，这里没有很好的形态啊。但是比如说我们再看 K 线的话，还是这个地方也能看到 K 线的反转啊。比如说K 线，像这些 K 线，对吧？这一轮小阳小阴小阳小阴啊，这一轮上涨，这一轮阴线下跌，对吧？这一轮也是小阳线一路反弹，然后出现阴线，对吧？所以通过 K， 这也是通过 K 线能够判断这个反转的例子啊。好，所以呢，就是说任何交易都得是从图表分析开始的。如果你不做图表分析，盲目操作的话，肯定是失败，肯定是要失败啊。第二呢，你做图表分析一定要有一个可靠的分析框架啊作为支撑啊，胡乱分析也是跟没有分析是一样的啊结果。第三个呢，图表分析的框架必须解决交易方向、进场位置和进场时机的问题最后呢，我们通过 K 线、均线和机构这种3层力网来完成了这个图表分析的任务这就是我们这一期要讲的图表分析核心框架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